今日6度，中国版。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今日6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6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德国外交部长，中国部分行程令人震惊。路透社，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称，她最近的中国之行非常令人震惊，并表示北京正在成为更多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而不是贸易伙伴。在访问北京期间，贝尔伯克警告说，中国控制台湾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正在寻求以牺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代价来遵循自己的规则。贝尔伯克还表示，中国对内更加压制，对外变得咄咄逼人。中国要求德国支援其与台湾的统一，并表示德国和中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来自档案：1983年第11天，厨师和特别分部品尝者准备午餐。澳大利亚时代报。中国总理赵紫阳参观了悉尼唐人街的大员工餐厅，他宣称传统食物最好的清洁，最好的食物。总理向餐厅的厨师们致以赞美，那里的鱼翅汤特别符合他的口味，以至于他吃了3碗菜。一名正式的味觉测试员在场，尽管只有2名厨师和9名厨房工作人员被允许进入厨房。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最搞笑的黑色喜剧吗？英国每日电讯，王小波通常被称为中国卡夫卡，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人物。尽管他的作品与捷克著名的存在主义小说作家相似，但他在西方仍然相对不为人知。王对政治迫害并不陌生，他写了《黄金时代》，描述了共产主义中国的生活，并详细描述了1980年代初一个年轻人和一名医生之间的关系。虽然在1990年代中国大陆被禁，但他仍然在地形，最终启发了包括韩寒和林觉在内的一代中国作家。新的华盛顿共识。金融时报，美国专注于竞争、接触、哄骗和遏制中国，导致一些分析人士称之为新华盛顿共识的形成。特朗普政府专注于遏制和脱离中国，但乔拜登正在采取更微妙的方法。根据爱德华·卢斯 （Edward Luce） 在《金融时报》中的说法，拜登的目标不是与中国脱钩，而是创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所说的带有高围栏的小院子。华盛顿的主要变化是接受全球化 1.0， 即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时期已经结束。关键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被挤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中？而美国自己已经不再相信这种秩序。西方可以从与中国的冷战中获益良多。英国每日电讯，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专注于通过供应链多样化来降低经济风险，而不是彻底脱钩，因为担心中国无视公平贸易原则，侵犯人权，拒绝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进行合作，以及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好战的言论。企业和政府正在重新设计供应链并重新思考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流越来越集中在地缘政治上一致的国家。G7国家已经开始向全球南方伸出援手，西方数十年来的忽视使中国得以扩大和巩固其影响力。虽然去全球化的想法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想象，但它被认为是倒退的一步。对碎片化成本的估计差异很大，仅对贸易的长期影响就可能从有限碎片化情景下占全球产出的 0.2% 到严重情景下的近 7% 不等。珍珠链为中国科学家提供地球生命起源的新线索。南华早报，中国科学家在名为 Herodistia 的独特化石中发现了有机物，这些化石具有均匀间隔的珠链，类似于一串珍珠。这些样本在中国山东省和安徽省发现，
由于对其生物形成性质的争论，此前曾被归类为伪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为地球上生命的早期进化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也为它为多细胞生物的进化路径打开了一扇窗，而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这样做。随着美国数10亿美元的估值飙升，中国的独角兽踩踏事件已经放缓。南华早报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指数，中国在本土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上落后于美国，这些公司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两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凸显了国内创新和培育成熟数字经济对中国决策者的重要性，也为对中国经济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担忧日益增加。不过，报告还显示，全球最有价值的独角兽短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的母公司为元祖跳动是中国的。英国网络负责人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全球技术霸权。路透社，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NCSC 主任林迪·卡梅伦 （Lindy Cameron） 表示，中国正在利用其网络能力获得全球技术优势，并利用这些技能进行情报和监视活动。卡麦隆在贝尔法斯特的年度政府网络安全会议上表示，北京不仅追求与西方国家的网络平等，而且瞄准了网络空间的突出地位。他补充说，英国对中国技术对安全的潜在影响有合理的担忧。台湾的选择，中国还是美国？德国之声，台湾2个主要政党正在为2024年总统选举做准备，两者都希望赢得独立选民。前总统马英九和现任总统蔡英文最近的海外访问凸显了台湾的不同道路，也为他面临着一场选举，选民将被要求在和平与战争或国际民主化之间做出选择。两党将竞相说服独立选民，他们的做法为继续民主政府、主要盟友的支援和印太地区的短期稳定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中国寻求荷兰空间技术军事情报机构。路透社，据荷兰军事情报机构 MIVD 称，中国一直在寻求获得荷兰航太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有时违反出口限制。该机构的2022年年度报告称， MIVD 分析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卫星发射能力将增加到每年100次。MIVD 声称，中国曾多次试图在出口限制之外获得军事相关技术，这是他通过掩护公司发现的，并且中国一直在寻求具有情报、监视、侦察、IS-2 和通信卫星的发射器。报告称，中国恢复建设南极洲第5基地。英国独立报，中国在中断数年后，已开始在南极洲建设第5个研究设施。该前哨基地将设有一个配备卫星地面站的新天文台，目前正在建设中，以提高中国进入非洲大陆南部地区的能力。然而，分析人士表示担心，该结构可能会通过宇科学级的观测船连接来帮助中国拦截其他国家的卫星通信。这一发展还打算让中国在南极洲的南大洋有更多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控制目前在南极洲的控制有限。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